昨天晚上去超市买牛奶，发现货架上摆了很多的香草，顺手拿了一个闻了闻，味道特别的香。就是这种有机的迷迭香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种了这么多年的菜，居然都没想起来种上一盆的迷迭香。这东西呢是种挺不错的香料，像煎个牛排呀、烤个鱼呀、烤个面包啊，撒上一些，味道还是挺不错的。另外呢，迷迭香是特别的好种，又有香味又不生虫。我将来在盆栽把它培养好了之后，给它多繁殖一些，种到我的菜地里边去，作为我食物森林计划的一部分，把它们培养成那种小灌木，来覆盖我的那些地表裸露的部分。我感觉应该是一种挺不错的选择，至少能挤占那些杂草的空间，抑制杂草的生长，同时还能给我们提供一点食物、一点香料，也算是两全其美，一箭双雕了。再闻一下，这味道我还真是特别的喜欢。像这种在超市买的小苗呢，它就没写具体是哪种迷迭香的品种，只说了是有机的迷迭香。不过也无所谓吧，这种肯定是吃起来特别好的那种。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它包装背后的说明，它是说这种迷迭香是有机的方式培养出来的，它能够在比平常的农业种植少90%水的情况下能生存下来，而且几乎没有虫害，也不需要特殊的施肥，跟我刚才说的一样，是非常好种植的。我去装点盆栽土，抓紧时间给它种起来。既然迷迭香比较耐旱，那咱们调盆栽土还是老三样：堆肥土、泥炭台，再加上一点制石粉。给它混合均匀了，这样的话排水性就比较好了。再给它稍微的加上一把草木灰。我这次烧的草木灰里边是又有灰又有碳，其实这种对植物生长会更好。好了，可以去移栽了。给它抓上一把底肥，混到土里边。这迷迭香啊，虽然说不怎么需要肥料，但是你稍微给它点肥呢，肯定是长得会更好的，尤其是这种小苗的阶段。哎，把小苗给它拿出来，栽上。家里养鸡，这些蛋壳就会特别多，而这些蛋壳呢，你说你把它碾碎了，混在土壤里边，给土补钙，其实它降解的特别慢，也补不了多少钙，没什么太大作用。所以我一般就是把它用手这样压碎，或者是用脚踩一踩，之后给它盖在土上面，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土保湿了，可以当一种覆盖作物，就可以起到麦秆和碎木的作用了，保湿的同时也能够抑制杂草的生长。而且说实话呢，蛋壳附在这种花盆表面还是挺漂亮的，白白的，比那些碎木看起来美观多了。这些蛋壳其实已经是放了很久了，所以一捏就碎，还是挺方便的。浇水了。新移栽之后，第一次浇水，给它浇透一些，让水能从花盆的底部流出来。后边呢，就基本上不用怎么浇水了，就不干不浇吧。我知道这种耐旱的植物一般都是非常好养的，养不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浇水浇多了，给它涝死的。感觉刚才的蛋壳不够多，再给它来一点。好了，这回就彻底的把土层给盖严实了。我先在树荫底下给它放上几天，缓缓苗，等缓过苗之后再给它搬出去晒太阳。我以前是种了好多的韭菜，看看这么一大片，不记得当时是怎么想的了，为什么想种这么多？其实韭菜在叶子的时候这么多，根本就不可能吃得完的，好多都割了喂鸡了。不过当看到它们开满了韭菜花的时候，还是挺开心的。这么一大片的韭菜，其实也是收不了多少韭菜花的，能做上几罐的韭菜花酱，或者是做上几瓶香菇韭花辣椒酱。不过还是考虑等明年春天把这个菜床的韭菜清理一下，种上迷迭香。其实香草类的植物都挺好种的，也特别能繁殖。
这边是一片薄荷，今年都没管它，现在都已经开花了。看看这小花，其实严格说应该是已经开过花了，好多已经像这样都干了，结了种子了。我也没什么时间管它们了，等到冬天的时候，这些枝子都干了，我再给它清理干净吧。到明年春天的时候，照样能从根部发出好多的这种薄荷小苗了。那边还有成片的紫苏，也就是9层塔，这些东西繁殖能力更强。2年前还是一小颗，一直也没怎么管它，现在就长成一大片了。其实也不能说没管它，去年秋天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把一大片都给它拔掉扔掉了。这些紫苏呢，其实也可以考虑当做食物森林里边的覆盖作物。不过因为繁殖力实在是太强了，我还是不把它们引入我的大菜园里了，否则的话将来失控了，清理起来太难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又觉得特别好的香草类植物，有的话麻烦留言分享一下，这样我可以给我的菜园引入更多的植物品种。